最近美国電視裡出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畫面，這是2026年5月14日美國 Breaking Point 油管頻道刊發的報道，核心是福克斯新聞主播在滑實地體驗後，對中國 AI 與硬科技的落地速度、成本優勢及產業鏈完整度表示意外與震驚。老實說，他們的語速很快很快，特別是那個女主持人，有的地方我聽起來有些吃力，但大體意思能理解。他們談到中國城市的數字化管理、便利店裡的人形機器人、智能交通執法、清潔有序的商業環境，都在不斷衝擊美國觀眾對中國的舊印象。這期節目最有看點的，不是中美兩國誰贏誰輸的口號，而是美國輿論場裡開始出現一種集體情緒。以前很多人默認美國在技術上天然領先，現在這個默認前提正在鬆動。Oh, it's not the U.S. that's leading the world on every technological front at this point. And you are seeing things that we do not have here. That is a very different dynamic than what most Americans have in their mind about China at this point. It's very true. And 本期節目咱們就按美國福克斯新聞頻道原話的邏輯拆3件事。第一，中國科技現場到底讓我們看到了什麼？第二，美國主持人為什麼一邊承認領先，一邊又強調體制代價？第三，這場討論背後折射的是美國對自身衰退感的公開化。視頻的第一部分，一個停車罰單為什麼能引爆美國觀眾情緒？節目一開始就拋出一個細節，拍攝團隊臨停2分鐘，馬上收到罰單。這個細節在中國語境裡不算什麼新鮮，但在美國電視觀眾那裡衝擊力非常大，因為它代表的不只是罰不罰款，而是治理是否穩定，規則能不能落地，執行是否一視同仁。那個男主持人甚至半開玩笑地說這是他的夢想，闖紅燈、違停這種事，系統化的抓，馬上處理。你看這個反應很真實。當規則長期執行不穩定，人們並不反感效率，他們反感的是效率只針對某些人有效。所以這個罰單片段之所以傳播，不是因為金額，而是因為它讓很多美國觀眾第一次在電視裡看到另一種公共管理的日常狀態。視頻第二部分，便利店機器人只是表面，真正衝擊是技術已經進入日常生活。節目裡最出圈的畫面是北京便利店裡的人形機器人。福克斯新聞的主持人與機器人對話下單，機器人慢速完成取貨。鏡頭裡提到，這類系統已經在藥房、倉儲等場景處理大量訂單，而且還在快速迭代。注意啊，這裡真正的重點不是機器人動作快不快，而是在中國，這種技術已經大規模進入現實業務。美國輿論過去經常把中國科技想象成2種極端，要麼是複製跟隨，要麼是概念宣傳。但節目這次呈現的是第3種狀態，不爭論未來願景，先把今天能用的東西鋪開。主持人提到一個關鍵詞，叫實用部署，也就是把已經有的技術盡快落地，而不是只停在融資故事裡。這點為什麼刺痛美國觀眾呢？因為美國普通人這幾年對科技公司的體感，更多的是估值很高、故事很大，生活改善沒那麼快。而當他們在鏡頭裡看到機器人、數字執法、智慧零售、城市基礎設施同步出現時，很容易產生比較。為什麼別人已經在使用中優化，而我們還在敘事中等待？然後進入節目第3部分，節目承認中國領先，同時強調社會契約不同。節目中有一個非常典型的美歐西方表達方式，一方面承認中國在機器人、新能源部分產業鏈上已經領先，另一方面立即補充，這種效率是建立在更強數字監控和社會管理之上的。他們提到，民眾對秩序和穩定的偏好與歷史記憶有關，包括戰爭、動盪、貧困等長期經驗，會塑造一代人對秩序優先的價值排序。不得不提一下啊，在視頻當中，特別是那個男主持人傳播了不少假新聞信息，比如他說在中國跨省旅行需要審批，中國還有所謂的社會信用評分制度等等。
他就是美式宣傳的受害者，以及自己自動變成加害者的典型代表。You know, the ability to cross the street, your face is all being scanned. People make a big deal about social credit, but even inside of the country, your ability to move between cities, like that's all pretty restricted, or at the very least, like you need permission from somebody. So for them, like order is the thing that must be preserved above all costs. 這個討論本身很重要，因為它說明美國話語正在從全面否認中國進步轉向承認中國進步，但是這個進步呢是有代價的。從傳播上看，這是一種防禦性調整。當事實層面越來越難否認，就把焦點轉到價值層面對比。這並不奇怪，所有大國競爭到中後段，都會從硬件對比走向制度敘事。節目中有一個細節，這是非常典型的歐美敘事，即中國取得的成就都是美西方的功勞。我們來看看男主持人說的原話。We did pay for most of that. A lot of that came at the expense of us. We paid for this. Like, global poverty has gone down. It's like, yeah, but we're poorer. They're the ones who are richer, not us. 然後呢，到了视頻的第4部分，美國主持人的真正焦慮不在中國，在美國自己。整期節目最扎心的一段，其實是他們談美國本土體驗，更長工時、更高生活成本、基礎設施老化、城市觀感下滑、公共服務波動。主持人說得很直白，在美國很多地方，人們看到的是年復一年的退化，而在中國的很多地方，普通人看到的是年復一年的改善。這句話殺傷力很大，因為它不需要更宏大理論，普通觀眾靠日常體感就能判斷。你每天坐的車、走的路、進的機場、買東西的流程、公共環境的清潔度，這些體驗會慢慢取代新聞口號，成為人們判斷國家狀態的底層證據。節目還提到芯片、AI 模型、新能源、光伏和高鐵等議題，核心結論非常一致。過去美國常用的判斷模板是，他們中國會複製，但很難長期領先。現在這個模板正在失效。然後呢，到了該視頻的第5部分，從單極自信到強對手時代，美國敘事正在被迫改寫。節目後段給了一個歷史類比，美國第一次面對一個同時具備產業、技術、經濟規模和全球影響力潛力的競爭者。這段話背後的潛台詞是，美國社會長期習慣了默認第一的心理結構，當現實開始出現持續反證，輿論系統會經歷一個痛苦的重估過程。這期節目釋放了3個明確信號。第一，關於美國大眾對中國的認知正在從想象版中國轉向實拍版中國。第二，美國媒體話語從否認差距轉向承認差距加討論代價，這說明舊敘事已經撐不住了。第三，真正決定競爭走向的不是口號，是普通人的日常體驗能否持續改善。這期節目不是在做口號對決，而是在用實地鏡頭告訴觀眾，技術競爭最終比的是誰把系統變成日常，以及誰讓普通人一年比一年更方便、更穩定、更有獲得感。這期福克斯新聞回顧視頻點擊量超過40萬，評論超過5000條，說明引起了網友們的相當共鳴。我相信呢，大部分呢是美國的網友。我們來看看評論區，還是挺有意思的。看第一條評論：我們之所以變窮，是因為在戰爭上耗費了7萬億美元。繼續往下，男主持人薩加爾依舊相信中國存在所謂的社會信用體系，真是無語啊。再往下，中國的崛起並非得益於美國扶持，恰恰相反，一直是美國人享受着中國民眾帶來的便利生活。倘若沒有中國，美國人根本無法常年擁有這般安逸日子。以往商品由中國製造，外企貼上自家商標就能拿走95%的利潤，真正的生產者卻收入微薄。這種對勞動力的極致壓榨，才是美國人生活富足的真實原因。直到本土品牌逐步發展，國內低收入的困境才慢慢改善，本土企業讓勞動者獲得了應有的回報。下一則，美國的國防預算幾乎是中國的10倍，差距就此產生。繼續往下，
我是歐洲人，近幾年因工作頻繁前往中國。中國的實力不止人工智能與科技領域、醫療創新、公共衛生等科研方面的發展前景，更是遠超外界認知，整體水平大幅領先。中國搭建、普及、普惠民生新體系的速度令人驚嘆，福利惠及全體民眾，而非少數權貴精英。西式自由民主體制已然失去競爭優勢。再往下，福克斯新聞為何倍感驚訝？中國深耕人工智能、科技與機器人產業，我們卻一味製造軍火武器。下一則，幾年前我去過中國，此後內心感慨萬千。相比之下，我們國家看起來就像落後地區。再往下，這個機器人反倒比新聞主播更像真人。下一則，中國一心建設發展，美國不斷破壞消耗。繼續往下，我在中國生活了6年，歐美民眾根本不清楚這裡的發達程度。再往下，如果美國接連數十年推選高齡老者掌權，國家自然無法領跑各行各業。下一則，長期被本土宣傳蒙蔽認知，這些人見到中國的一切都會大吃一驚。繼續往下，中國讓億萬百姓擺脫貧困，美國卻執意讓美國民眾陷入貧困，哪個國家能長久發展，顯而易見。再往下，冷知識：全球監控攝像頭數量最多的城市是倫敦，並非中國城市。好的，下一則。我在中國生活17年，出行全程沒有任何限制。西方媒體大肆渲染的社會信用體系存在嚴重誇大失真。再往下，中國帶領全民脫貧確有其事。10年間實地走訪讓我深有感觸。我從事公共交通工程相關工作，可以肯定中國的交通基建遠超我們國家。下一則，資金不再無休止投入中東戰事，轉而用於本國建設。發展成效肉眼可見。繼續往下，中國大力投入基建建設，美國財富不斷流向富豪階層。再往下，很難想象美國發展水平如此落後，物價卻居高不下。下一則，兒時心中憧憬的未來國度模樣，如今在中國得以呈現。繼續往下，美國大體在上世紀90年代就停滯創新，隨後被中國快速趕超。再往下，作為在中國生活一段時間的外國人，美方人員此次到訪中國，如同原始族群初次見識先進文明一般。下一則，美國政客與軍工複合體一直在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繼續往下，疫情前我在中國生活5年，從前誇讚中國發展都會被扣上宣傳輿論的帽子，美國如今的現狀十分荒唐可笑。再往下，如今美國對中國的心境，恰是當年葉利欽到訪美國超市時那般震撼。下一則，我定居上海，這場討論充滿自我反思，歡迎美國人前來實地遊覽。我十分喜愛這座城市，願世界遠離戰爭。繼續往下，30多年來，中國持續投入基建，如今收穫豐厚成果。同一時期，美國產業空心化，發起無意義的戰爭，接連爆發金融危機，國內設施不斷老化破敗，想要短短數年實現追趕，想法滑稽，也體現出認知的匱乏。咱們再往下看。美國本身也有信用評分體系，只是叫法不同。下一則，中國資金用於本國發展，我們美國卻出錢支援他國戰事。下一則，中國的繁榮發展怎麼會歸功於美國？繼續往下，業界都清楚，中國終將自研芯片，參與全球市場競爭，依靠芯片封鎖遏制中國只是徒勞之舉。中國科研人才儲備充足，
技術會持續進步。再往下，中國立法禁止企業借助人工智能辭退員工，科技進步的同時，也切實保障勞動者權益。下一則，既然有人認為是馬斯克帶動了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哈哈哈哈，太好笑了。繼續往下，中國違章停車罰款200元人民幣，約合30美元，報道卻稱折合40美元，明顯刻意歪曲事實。好的，再往下，美國發展滯後，只是因為頻繁插手他國戰爭事務。下一則，數十年來，美國一直將產業外包至中國，如今卻詫異雙方發展差距。再往下，中國識字率達98%，美國僅79%，中國培養的工程師與科研人員數量也遠遠超美國，出現發展差距並不意外。美國國民文化水平已趨近落後地區標準。下一則，傳言在中國跨省出行需要審批毫無根據，所謂的社會信用體系根本不存在。咱們再往下看，美國處境堪憂，資金多用於戰爭開支，沒能完善全民醫療保障，政府還不斷向海外輸送資金，保障他國居民醫療與免費教育福利，現狀極不合理。下一則，中國的發展都是自身拼搏換來的，就好比羨慕工人擁有更好的車輛，沒必要心生不滿。繼續往下，美國並沒有造成中國崛起，雙方屬於互利共贏。中國民眾的勞作提升了美國人生活品質，可利潤大多被本國富豪階層佔據，普通民眾沒能分到紅利。下一則，違章停車會預留10分鐘使離緩衝期，最高罰款29美元，並非報道所說的金額40美元。好的，繼續。2019年，我到訪過深圳，當地滿滿的科技感，仿佛穿越到未來世界。再往下，中國發展奇蹟並非美國促成，代工產生的利潤大多歸屬外企。倘若沒有中國供應鏈，特斯拉、蘋果等企業根本無法取得如今的行業地位。這位網友也說同樣的，他說這種說法完全錯誤。中國崛起從來不是依靠美國饋贈，數十年間，美國不斷壓榨中國勞動力，中國重視教育基建投入，依靠全民奮鬥穩步前行。反觀美國肆意揮霍稅款，挑起戰火，企圖打壓遏制他國發展，這種戰略謀劃落敗。下則，建議這兩位主持人親自前往中國看看。繼續往下，福克斯並非感到意外，只是再也沒法掩蓋客觀事實。再往下，在中國乘坐城際列車，憑身份證只可檢票乘車。再往下，後續福克斯還會得知5G 技術與首款6代戰機均誕生於中國。下一則，福克斯感到震驚，不足為奇。具備全球視野的人都清楚，美國發展早已掉隊。下一則，主播在人形機器人那裡點購的熱狗售價是8.8元人民幣，折合1.3美元，這樣的物價在美國根本見不到。下一則，旅居中國的美國人表示，有關中國人出行受限的說法與事實不符。中國國內旅遊市場規模龐大，民眾購票出行十分便捷，根本不存在相關出行管控限制。繼續往下，身為中國人，在接觸西方媒體前，從未聽說過所謂的社會信用體系。下面這位網友也揭穿他說，有關社會信用體系的說法都是刻意編造的輿論抹黑。這位網友也說，如今已經是21世紀，依舊抹黑造謠中國，這樣的行為十分愚昧。下一則，沒必要費力辯解，親身到訪實地體驗後，自然無法否認真實面貌，這也是打破偏見最好的方式。繼續往下，
雙方合作本就是商業往來，不存在單方面扶持。中國合理分配發展紅利，美國貧富差距不斷拉大，這是自身發展存在的問題。下一則，美國本土也存在隱私監控企業，沒有資格指責他國相關問題。咱們繼續往下，並不認同美國造就中國崛起的觀點，產業外包不該造成本國經濟衰退。美國政府規劃失誤，沒能順利完成產業轉型，耗費先輩積攢的國力，一味依靠軍火貿易與戰爭牟利，實在令人不齒。下一則，2個月走訪3座中國城市，當地安全整潔，交通便捷，對比美國城市治安與環境差距懸殊。再往下，我身邊親友坦言，美國正慢慢淪為落後地區。下一則，外界對中國存在諸多誤解，大部分美國人根本不了解真實的中國。繼續往下，中國大力推進生態修復工程，在脫貧之外的諸多領域發展迅猛，不同體制的優劣差異清晰可見。再往下，中國發展以民生為本，高鐵投入資金高於軍費開支，公共監控設備用於守護民眾安全。下一則，中國研發人工智能與機器人，是為應對人口結構變化，保障勞動力削減下的經濟穩步增長。好的，我們看最後一條評論：中華民族尊崇禮儀孝道，重視教育法治，愛護環境科學，這份文化底蘊是美國難以企及的。好的，朋友們，大家剛才都看了上面的評論啊，大部分評論卻是反思美國自己的問題，對中國呢給予了相當的肯定。其實，只要了解中美兩國的情況，大部分網友他們的心中都有一把尺，過去幾十年誰做得好，誰做得差，一目了然。好的，朋友們，本期節目就到這裡，感謝各位，咱們下期見。